嗨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是Gina老師。在我們學習接睫毛的技術之前，要先了解說你的顧客到底適不適合接睫毛，又或者是說呢，什麼樣子的人是不適合接睫毛的。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講解什麼樣子的狀況是不適合做嫁接的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是要把不適合接睫毛的這些狀況呢，我們要把它分成2類。那第一種狀況呢，就是他接了之後，身體可能會出現一些不良的反應，例如說像是過敏啊，或者是不舒服的現象。那第二種呢，就是他接了可能也沒有好看，這是美感的部分的問題，那可能也不持久。那這樣的狀況，我們可能也不太適合幫他做嫁接。那我們來講解一下身體不適會產生哪些問題。其實最大的一個狀況呢，就是我們的眼睛可能會產生過敏的現象。眼睛過敏的意思就是我們在隔天睡醒的時候呢，眼睛可能會腫脹，那我們這個眼瞼呢下方呢可能會呈現黑黑紅紅的樣子，甚至嚴重的人呢會在睫毛根部會有一些分泌物。那我們的眼睛為什麼會過敏呢？其實是因為我們在做嫁接睫毛的時候，我們會透過黑膠把假睫毛粘上去，雖然它在短短的3秒鐘之內就已經乾掉，可是它還是會有一些微量的氣體在揮發。少數有一些人呢，他對於這些揮發的氣體呢可能會有一些不適的反應，所以就會產生過敏現象。多半皮膚比較健康的人是不會有這些反應的，就好像有些人对花粉會過敏，有些人對花粉是不會過敏的。這時候同學就會問我說，老師，我到底要怎麼樣才會知道說我這個客人他到底眼睛會不會腫起來？這個問題我們就是要回過頭來問我們的客人說，美女你好，請問你之前有接過睫毛嗎？那客人的答案一定是有或沒有。那他如果說有，我有曾經接過，那我們就問他說，那你接過睫毛，那你有沒有隔天眼睛會腫起來的經驗？那這時候他就會說有或沒有，對吧？那如果他說有，我曾經眼睛腫起來過，那這樣子就是表示他眼睛會產生過敏現象的，他是不可以接的。他如果說他有接過睫毛，但是他沒有腫起來過，那你就可以放心去幫他做嫁接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。好，這邊讓我們回到前面，就是你是第一次做嫁接嗎？那他的回答如果說我沒有做過接睫毛，我不曉得接睫毛是什麼，我是第一次被做的，那這時候你可以放心一點去幫他做操作，只要你使用正確的方式，不碰觸眼皮的方式去幫他做嫁接睫毛的話，會產生過敏現象的幾率是非常的低的。其實80%的過敏來源呢，都是因為以前曾經用過不正確的方式被接睫毛，比較容易產生過敏現象。只要你使用正確的方式，基本上都不太會發生這種事情。好，以下呢就讓我來幫大家做一個大解密，就是到底為什麼我們對黑膠会產生過敏。那首先我們要先了解黑膠裡面有哪些成分。第一個成分是氢基丙烯酸酯，它在我們的這個黑膠裡面的整個總占比呢，大概是80到90%左右。第二個呢就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，它簡稱 PMMA， 它在我們這個黑膠裡面大概占10% 左右。第三個呢就是碳黑，基本上碳黑就是調色用的，所以它其實占比非常的少。那我們真的對誰會過敏呢？是對氢基丙烯酸酯 Cyano 感到不舒服。那既然知道我們是對氢基丙烯酸酯會產生過敏現象，那接下來我們要如何應對呢？你問我就問對人了。全台灣呢研究眼皮過敏的人，我覺得就是我研究的最透徹，一定會有解決方案。就是我們改用光布美睫 LED 的這個膠下去做操作呢，我們就可以完全避開氢基丙烯酸酯的這個黑膠成分。那這邊我還要再提一下，就是有關於光布美睫的黑膠，其實它又有分成2種，一種呢是雙固化的黑膠，一種就是單固化黑膠。那双固化黑膠顧名思義，它就是裡面有2種成分，一種就是光療膠，另外一種就是 Cyano。那這一種黑膠叫做 In Cyano 黑膠，那另外一個款式就是 Non Cyano 黑膠。这個 Non Cyano 黑膠裡面其實它就是只有光療膠，它就已經沒有這個 Cyano 成分。那如果你今天眼睛是會過敏的人呢，你只能使用 Non Cyano 的光布黑膠，你就不會感覺到不舒服了。你一定會說，老師你怎麼知道？你問就問對人了，因為我就是眼睛會過敏的人。那我這麼多年來，我找尋任何一種方法可以讓我接睫毛的方法，終於讓我在前幾年呢，就是我前往韓國去學習這個 LED 美睫的時候呢，讓我找到了最終破解的答案。當時我拿回來了2瓶黑膠，一瓶是 In Cyano， 一瓶是 Non Cyano，2瓶呢我都把它接在我的眼睛上。In Cyano 的呢，我還是會過敏；Non Cyano 的呢，我不會過敏，所以我可以被接睫毛哦。補充資訊，這一篇是專業人士才看得懂的。說明一下 Non Cyano 的黑膠嫁接方式是需要有膠珠的，但是我們也可以做沒有膠珠的方式。這個呢是 Gina 老師的改良方式，專門否眼睛會過敏的人。那我們做改良沒有膠珠的方式呢，只是持久度會差一點點而已。因為有膠珠的作品可能可以維持60天左右，那沒有膠珠的作品可能是30到45天，一般傳統黑膠也是30到45天。那這樣子，我是不是拿這
種改良式的單固化黑膠的方式來幫忙眼皮過敏者，讓他去做嫁接，也可以讓他享受30到45天的美麗。這邊主要要討論的是眼皮過敏者，如果不要讓眼睛腫起來的話，就可以用這種改良的方式來做嫁接哦。如果我今天幫客人接了睫毛，隔天他眼睛腫起来了，那我們該要怎麼處理呢？這個問題不會太困难，就是我們隔天呢請客人去看醫生，例如說看皮膚科或者是看眼科都可以，滴眼藥水或者是擦藥膏，把這個過敏現象降下來之後，1-2天基本上它就會好很多了，就不會再有這個過敏現象了。那至於要不要保留睫毛，這個就要看客人他當下有沒有產生一些組織液。如果他產生一些組織液非常的不舒服呢，我建議是先卸掉，然後再看醫生。那如果你是我接了睫毛很漂亮，只是我眼睛有一點微微的腫起來，那這樣子我們就是看醫生擦個藥。那擦完藥把过敏现象降下來之後，睫毛還是可以保持在上面1個月左右。好，剛剛講的那一大篇呢，都是在講會有過敏現象，就是第一個種類它不可以被操作的。那接下來要講的這些種類，就是接了可能不好看。舉例來講，有哪些狀況呢？像是如果睫毛過度稀疏的人，那我們幫他接上去的時候，其實很難去幫他做平均。我們最重要的是，我們有毛就可以接，沒有毛我們是不能接的。那假設它有這麼多的漏洞，沒有辦法把睫毛接上去，就會變得很多不平均的地方。第二個就是如果有睫毛倒插的話，它基本上就是會有一點摩擦到我們裡面的眼瞼，那這就不適合去做嫁接。再來就是如果我們的眼皮它是有下垂症的呢，這個接的也會非常不好看，因為它如果這個眼皮已經蓋住它瞳孔的1半以下，基本上呢，它接了睫毛之後就是會這樣，會有點像窗簾一樣，是看不見的。其實這樣不美觀、不好看，甚至他看不到外面，他會問你說：“這樣是正常的嗎？”當然不正常啊！那解決方案是什麼？解決方案就是幫他卸掉。再來就是，如果我今天是剛燙完睫毛的人，睫毛非常凌亂的話呢，其實不太適合做嫁接。硬要接可不可以？其實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會建議不要，因為它其實睫毛非常的捲翹，而且可能會這樣交叉，那你很難排放整齊。再來，它接着面積很少，所以呢，它可能是會粘着的不是很久。這時候同學就會問說：“老師，那如果我的客人昨天剛燙完睫毛，今天就吵着要接睫毛，我跟他說不可以的話，那如果他問我說我最快什麼時候可以被接睫毛啊？我的建議是1個月後我們再幫他做嫁接。好，最後一個呢，就是同學常常會問我的就是，老師，我的客人接完睫毛之後回去很喜歡揉眼睛那該怎麼辦？我的解決方案就是叫他不要揉眼睛，然後他就說客人就一定要揉眼睛，要叫他不要接睫毛啦。然後同學就會說，那你要給我一個說法，讓我跟他說啊。對，好，我們這邊要來講一個說法，就是你要跟你的客人說，美女你好，那我們今天幫你把睫毛接上去。那這個睫毛呢，如果透過揉眼睛，它是會有外力破壞的。那不管我幫你接的粘的再牢，粘的再緊，基本上你揉眼睛都是會破壞。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手的話，可能會影響我們睫毛的健康。那如果你真的很想接的話，我希望你不要揉眼睛。那如果你要揉眼睛的話，我建議你不要接睫毛。以上呢，就是我們分享給大家，就是什麼樣子的人可能不太適合接睫毛，又或者是什麼樣子的人接了睫毛會有一些健康的狀況，甚至有過敏的現象，那要怎麼解決？有沒有取代的方案？這些我們都一併跟大家講了。那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，對你是有幫助的哦。Gina TV，我們就下回見嘍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請幫我按讚、分享、留言、訂閱，並且要打開小鈴鐺，你就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消息。我是 Gina，我們下回見，拜拜。